我和庶妹正上山採藥之時，遇到了一只身受重傷的青鸾。我拿出伤药為青鸾救治，庶妹卻要拿青鸾去谋利益，甚至還把我一腳踢下陡坡，想讓我死。因庶妹的貪婪，連累全城百姓遭受天罰，更是引来了欒族之王現身問罪。是誰膽敢傷我族少君，斷一城生機？父親肺脈衰敗，尋常藥石已無用，只有鳳鳴山深處的寒冬草能爭得一線生機。但城內藥鋪皆無庫存，只能盡快前往鳳鳴山尋藥。婉堂，你是這白雲城醫術最高的醫女，你說能救，那準沒錯。可那懸崖峭壁的，實在是危險。我雖說是你的繼母，但我一直把你當親生女兒對待。你若是一人前去，我實在是放心不下。只要能救父親，刀山火海我也得去。我這便收拾藥箱，即刻上山。好孩子，你孤身一人，我實在是放心不下。不若讓妹儿隨你一起，也好搭把手。姐姐，爹爹病成这樣，我也擔心，你就帶我一起去吧。2個人找藥也快些，山路險峻，你從未幹過粗活，身體怕是吃不消。姐姐是嫌棄我身份低微，不配跟你一起嗎？可我只是想為爹爹盡一份孝心而已。我沒有這個意思，既然你想去，便緊跟着我，切記不可亂跑。苏婉堂，任你醫術再高，也查不出這無色無味的忘憂藤之毒。我下了3年的忘憂藤，也只是讓那老東西多喘幾口氣罷。佛生火与云，羽色如翠，这是青鸾神鳥，怎么会出現在這裡？這黑色鐵釘是何人所為，竟釘在神鳥翅骨上？姑娘，我乃青鸾族少君，被奸人所害，無法動用靈力，還請姑娘幫我拔出噬魂釘，必有重謝。我是大夫，不會見死不救的，你不用給我謝禮，我現在就幫你把這釘子拔出來。青鸾神鳥，莫非是傳說中的鳳鳴山護山神獸？若真是神獸，拿回去獻給藥師會，定能獲得藥師會的支持，幫我奪得蘇府的家產。這是我的神羽，可解世間百毒，現贈與姑娘，感謝姑娘救命之恩。這太貴重了，你還受着傷，怎可再拔神羽？這等神物既然姐姐不想要，那妹妹就笑納了。蘇妹，快把神羽還回來，那是從神鳥身上拔下來的，可能會對神鳥有損傷。損傷？他都自己拔下來了，姐姐就別在那兒假惺惺了。我不光要這神羽，還有這神鳥，也是我的。蘇妹，你瘋了！神鳥受了重傷，需要靜養，你快放開它！我沒瘋。蘇婉堂，你生來就是嫡女，占盡了父親的寵愛，這河屋藥爐和蘇府家產以後都是你的，這神鳥和寶貝何該歸我所有？你若想要這神羽，拿走便是。你快放開神鳥，少跟我擺這副救苦救難的嘴臉！沒有了你，我才是蘇府最耀眼的女兒。蘇妹，你想做什麼？快放手！你快拆開神鳥了！蘇婉堂，死到臨頭了還在想着救別人，真是善良的讓人作嘔。等我把這神鳥獻給藥師會，拿到了藥師會令，以後這白雲城第一醫仙就是我蘇妹，蘇府產業也會盡歸我有。站住！藥師會重地，豈容你一個丫頭片子亂闖！管事的睜大眼睛看清楚，這可不是尋常野物。這是青鸾神羽。青鸾，這是鳳鳴山護神神鳥青鸾，你竟敢私捕神鳥！什麼私捕？這是神鳥見我心誠，主動賜我的機緣。
主動？他浑身是血窟窿，你當我瞎嗎？快放了他！得罪青鸾一族，整個白雲城都要遭殃。放了！我九死一生把他弄下山，憑什麼放？你到底想幹什麼？我要拿着神鳥換藥師徽令，還要東街最大的蘇氏藥坊。你藥師會要昭告全城，我蘇妹才是白雲城第一醫仙。瘋了！你簡直瘋了！這神鳥我就算滅門也不敢收！你立刻把它帶走，放回鳳鳴山。神罰降下來，誰都擔待不起。放生！我拼了命才把他弄下山，憑什麼放了？苏二姑娘，聽我一句勸，此等神物非我等凡人能強占的，趕緊放了他吧。休想！憑什麼他蘇婉堂什麼都不用做，就能繼承藥坊藥爐？我就要在這裡求你們施捨。婉堂姑娘靠的是玄狐濟世的真本事，你拿神鳥來是給白雲城招災！滾，趕緊帶走！既然你不敢收活的，那我就拿別的東西換。你想幹什麼？活鳥你们怕青鸾族問罪，那神鳥的青羽呢？這可是能解百毒的神藥，你們總敢收吧？你就算是把這根神羽給我，我也不會給你拿藥師徽令的。既然一根神羽管事的覺得不夠，那2根呢？5根呢？住手！那是青鸾主語，聖罚主語等同剜其本源，會遭天譴的。天譴？我只知道，不爭不搶，我就只能當那一輩子低人一等的庶女。真有天譴，就讓天雷現在就劈死我！瘋子，你這個瘋子，你要把整個白雲城都害死嗎？喊什麼？少危言聳聽！真有天譴，衝我來！神羽我已經拔了，這可是能解百毒的聖藥，你當真不想要？這可是青鸾神羽，若是能將其獻給京中貴人，我何苦在這小小的白雲城一輩子當個管事？這青羽我收下了，但藥師徽令和東街的鋪子，你想都別想！憑什麼？我連神羽都給你拔下來了。蘇二姑娘，生拔神羽必遭天罰。我若給你徽令，豈不是藥師會指使你做的？青鸾族怪罪下來，藥師會可擔待不起。這1000兩是封口費，拿了錢立刻帶着神鳥滾，不准跟任何人提你來過藥師會，否則誰也保不住你。1000兩。我冒着天譴的風險，就只值1000兩，沒用的別冒新手！本想為你換一世榮華，現在全被你的身份毀了。既然你沒用了，那就去死吧！藥師會那老東西，口口聲聲怕神法。不過是看我是庶女，好欺負罷了。若是今天來的是蘇婉堂，那幫勢利眼怕是早就跪着把徽令送上。沒用的東西，你就去懸崖下面跟蘇婉堂那個賤人作伴吧，看他這次還有沒有命救你。我那好姐姐被我踹下陡坡，怕是這會兒連骨頭都碎了。你們黃泉路上正好做個伴兒。蘇婉堂已死，也該讓我娘送蘇懷山那老東西上路了。等蘇懷山一死，蘇家的產業、蘇婉堂的嫁妝，還有白雲城第一醫女的名頭，全都是我蘇妹的。蘇妹，你好狠的心，竟對親姐姐下此毒手！萬幸，寒燈草找到了，
父親的病有救了。什麼聲音？神鳥，你怎麼傷成這樣？主羽被生生拔去，連仙脈都快斷了。是誰下這麼殘忍的毒手？小家伙，是不是蘇妹拔了你的神羽，把你扔到这裡的？姑娘，害我的正是蘇妹，她在悬崖邊親口說你已被她踹下陡坡，必死无疑。他竟是想要我的命！她還說回府後便讓她娘對蘇懷山下毒手，好霸占蘇家藥房和你的嫁妝。他竟敢聯合周氏，要害我父親性命，那也是他的生父啊！蘇妹，你這個毒婦，搶我神物，推我下崖還不夠，竟連親生父親都不肯放過。小家伙，蘇府如今凶險萬分，我先帶你回衡物藥爐安置，隨後立刻趕回蘇府，救我父親，揭穿他們母女的真面目。多謝姑娘再次救命之恩，蘇妹母女心思歹毒，姑娘務必小心。媚儿，我刚刚收到消息，苏婉堂没死，还带着寒灯草回城了。什么？那个贱人命这么硬，我还以为那剑士死了，这才把那扁毛畜生丢下悬崖跟他陪葬，早知道就不丢了。放心，就算他苏婉堂命大回来了，我们可以再想办法把他弄死。只要蘇懷山那老東西死了，整個蘇府遲早是我們母女。夫人，二小姐，大姑娘回城先去了趟衡物藥爐，現在正在回府的路上。奴婢守在外面，看見那藥爐窗戶縫裡有奇異青光在閃。青光？你確定是青光？奴婢看得真真切切，確實是青光。難道那隻受傷的神鳥沒死，被蘇婉彤帶回藥爐治傷了？十有八九，蘇婉堂心善醫術又高，撞見受傷的神鳥絕不會見死不救，肯定藏在藥爐裡救治。娘，既然蘇婉堂回來了，蘇懷山那老不死的就算死了，咱們也撈不到太多好處，不如我們去藥房把那神鳥搶到手，把那身神羽全部扒光，獻給達官顯貴。媚兒言之有理，再過幾天新任縣令就要到任了，到時候將寶物獻給官老，定能換來潑天的富貴。蘇妹，你帶這些人來我藥牢做什麼？姐姐，妹妹聽說你死裡逃生，特意來看你。不過我瞧你這藥卵裡妖光閃爍，白雲城可容不下邪祟。你們幾個給我搜！住手！這裡是藥爐，沒有邪祟，只有我救治的傷患。他已重傷垂死，你若敢動他，就是存心害命奪命。不過是隻妖物罷了，也配姐姐這麼護着？蘇婉堂，你從小享盡嫡女尊儒，如今連神鳥的機緣你也要獨佔，識相的立刻把那扁毛畜生交出來，否則怎樣？否則我就昭告全城，說你私藏妖物，為了一己之私，故意耽誤給父親治病。蘇妹，你真是無可救藥，竟敢聯合周氏謀害父親，真當我不知道？你少給我扣帽子，還愣着幹什麼？砸門！把那扁毛畜生搜出來！又落到我手裡了，扁毛畜生！蘇妹，住手！青鸞是掌管鳳鳴山藥脈的神女，你再殘害她，整個白雲城都會遭殃。遭殃？蘇婉堂，你少危言聳聽，把她扔出去，別礙我的事兒。蘇妹，你別執迷不悟了，傷害神鳥，必遭天罰。他若真有神威，當初我生拔他神羽的時候，
怎麼不見天雷劈我？我現在不還好好站在這兒？看來我那一腳還是太輕了，還能讓姐姐在這講大道理。你這副偽善的嘴臉，真叫人惡心！給我滾開！你這扁毛畜生，今天我定要將你的神羽拔光，神血放干！不要放开他！小家伙，你的傷！该死的畜生，宁可自毁也不肯帮我，真是野性难驯。恩人別哭，我已用秘法遁回族地，父王會為我治傷。這根青鸞心羽與我血脈相連，你若有危險，我自會前來護你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藥田裡的草藥全枯了。怎么会这樣？這藥草怎麼一碰就成黑灰了？掌櫃的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立刻去查，這藥材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是會長，小的這就通知全城藥師徹查。天罰降臨，靈犀潰散，藥脈斷絕了。蘇婉棠私藏妖鳥，他把妖鳥藏在藥林裡，引來了神罚，害得全城药材都死了。蘇姑娘，當真是這樣嗎？老伯，您覺得我蘇婉棠是那大奸大惡之人嗎？蘇妹，你少在這血口噴人！這天罰分明是你殘害神鳥引來的。青鸞是掌管鳳鳴山藥脈的神鳥，你生拔他神羽，害他墜崖，如今又逼得他燃燒精血逃走，守護白雲城的藥脈靈犀徹底崩了。這一切全都是你貪得無厭的私欲造成的。好啊，原來是你這個毒婦，殘害神鳥不說，還敢污蔑親姐，這是豬狗不如！剛才那青光確實是從恆無藥爐飛出來的。會長，大禍臨頭了！慌什麼？查出萬藥枯死的源頭了嗎？查到了，這場藥災極有可能是蘇府二小姐蘇妹生拔青鸞神羽引來的神法。你說什麼？蘇妹生拔了青鸞神鳥的神羽？千真萬確呀，會長，有藥童親眼作證。你明知是青鸞神羽，還敢私收？你這是把藥師會往死路上推！會長，那天蘇二小姐確實帶着一隻翠綠色神鳥和一顆發光的石頭來，我們當時就認出是青鸞，可二小姐根本不聽，硬是生生拔了神羽。瘋了，真是瘋了！那可是掌管鳳鳴山藥脈的神鳥，難怪全城藥材同日盡毀，這是神鳥垂死，藥脈盡斷引來的天罰。蘇妹這是要全城百姓給他的貪婪和失寵陪葬啊！把管事綁起來！老夫親自帶你去蘇府指認拔羽之人，若再敢隱瞞半句，我先廢了你的藥籍！會長，給我們一個說法呀！我女兒的咳疾快熬不住了。是啊，都是誰害的山上草藥全死了？這是要我們的命啊！白雲城絕不能就這麼毀了。走，所有人隨我去蘇府問罪。娘，他們會殺了我的。藥師會知道神羽是我拔的。現在全城病患都在討說法，要是被他們抓住，慌什麼？死无对證的事，全靠一張嘴。待會兒藥師會來問責，你就一口咬死。娘，是蘇婉棠在山裡發現的，也是她藏在藥棚不肯交出來，才耽誤了神鳥的救治時機。所有罪名全推到蘇婉棠那個小賤人身上。
蘇妹，你為一己私欲生拔神羽，害慘神鳥，還不滾出來給神鳥賠罪，給白雲城子信一個說法！蘇妹，滾出來！生拔神羽斷一城要脈，害了全城百姓，還有臉躲着？蘇妹，滾出來，給全城百姓賠罪！周氏、蘇妹，今日你們母女若是不出來給全城百姓一個交代，老夫便讓人砸了這蘇。諸位鄉親，會長大人，你們真是冤枉我家媚兒了。媚兒這些天為蘇家藥方日夜操勞，聽聞全城藥災，早已憂思過度，病倒在床了。你少在這兒裝可憐！青鸞神羽分明是他拿去藥師會的，你怎麼解釋？會長明鑑，那是媚兒發現大姐蘇婉堂私藏神鳥，媚兒心思單純，怕大姐私藏來路不明的神物給白雲城招禍，這才好心帶着神鳥去藥師會，請諸位執事查驗。大家想想，神鳥是不是蘇婉堂最先發現的？他若沒有私心，為何不第一時間稟報藥師會，反而藏在自己藥籠裡？正是因為他的私心，才耽誤了神鳥救治，害了全城百姓啊！母親這黑白顛倒的本事，真讓女兒嘆為觀止。蘇婉堂，你這個害人精還敢出來？我為何不敢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端。我確實救了青鸞，也承認青鸞贈我神羽。若我有私心，為何那青鸞真火只燒蘇妹，不燒我？你敢讓蘇妹出來，讓大家看看她的傷勢嗎？諸位鄉親，婉堂姑娘說的沒錯，的確是蘇二小姐生拔神羽，還逼迫藥師會收購神羽。我作證，那天我親眼看見，是蘇二小姐親手拔了青鸞的神羽，那天的藥童也可以作證。天哪，果真是蘇妹拔的！太惡毒了，那可是神鳥啊，他怎麼下得去手身拔羽翼？這裡是當日蘇妹來藥師會售賣青羽的記錄，白紙黑字，上面按着蘇妹的手印。周氏，你還想狡辯到什麼時候？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那是神鳥，我只看到那只鳥的羽毛会發光，便以為是什麼寶物。我把它帶去藥師會，是為了讓藥師會能看在寶物的份上。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蘇家，我有什麼錯？媚兒是一片苦心，都是為了家族着想，分明是蘇婉堂故意隱瞞，才害得我媚兒犯錯。為了蘇家，蘇妹，那你為何不把神羽用處公之於眾？為何不把青鸞送回鳳鳴山，反而將他重傷之軀殘忍地丟下萬丈深淵？你根本就是為了自己的私欲。我沒有。老夫今日便把話說明了。當日管事覺得這神鳥來路不正，根本不敢收，只給了封口錢，讓你把青鸞帶走。藥師廢會絕沒有認可你獻神鳥有功，一切都是你自私利利、貪得無厭造成的惡果。蘇妹，你這個殺千刀的毒婦，為了自己的貪欲，差點害脫神鳥。我兒子還躺在床上等着要救命，都是你害的。二小姐，求求你积积德吧，去凤鳴山向青鸞神鳥賠罪吧。求你讓神鳥息怒，讓城裡的藥材活過來吧！不去，我憑什麼去向一個畜生磕頭賠罪？我不去！娘，我不去，快救我！别跟他廢話了，再拖下去，藥脈徹底乾枯，全城人都得死！蘇妹，今天你必須去鳳鳴山，給神鳥磕頭認錯，否則白雲城容不下你們母女。我不去！憑什麼你們說我拔了神羽就是我拔的？大家別被蘇婉堂騙了，他若真那麼高尚，怎麼不早把靈石拿出來救大家？而且青鸞燃燒精血逃走前，分明是從他的藥爐裡飛出去的，
誰知道是不是他在藥林裡折磨神鳥，才逼得神鳥自毀精血，断了药脈。苏婉堂才是最后逼走神鸟的人。对呀，大姑娘，神鸟怎么会从你药炉里飞走？是不是你也没护好它，才连累了我们？我確實救了神鳥，他也確實在我藥樓養傷，但逼他燃燒精血，絕望逃亡的，既然母親和妹妹非要把髒水潑在我身上，那我蘇婉堂願與蘇妹同往鳳鳴山，請青鸞一族降臨，主持公道。大家快看，這可是從蘇婉堂懷中飛出去的神羽，定是神鳥顯靈，要懲罰蘇婉堂這個惡女。妹妹先別高興太早，這神羽乃是神鳥自願贈予我的，可與你那生拔的神羽不一樣。這神羽應是感知我們要去賠罪，特來引路的。婉堂姑娘言之有理，這神羽上無絲毫血氣，應是為我等賠罪引路而起。大家都跟上神羽，押着蘇妹母女去給神鳥賠罪，別讓他們趁機跑了。蘇婉堂什麼時候又得了一個神羽，竟還能引路？這一定是蘇婉堂和那扁毛車叔合起夥來針對我的陰謀。是蘇婉堂，一定是這個賤人搞的鬼！神鳥顯靈了，快救救孩子吧！神鳥，如果你能聽到，請饒恕全城百姓一命，百姓無辜，不應受惡人牽連。你好，救我！你快想想辦法救救我！那畜生受了那麼重的傷，肯定早死在山裡了。只要神鳥不現身，我就繼續把罪名扣在蘇婉堂頭上，叫他百口莫辯。神羽停下了，神鳥定在附近，青鸞神鳥在上，白雲城全城百姓押殘害神鳥之人前來請罪，求神鳥息怒，饒恕白雲城。是誰膽敢傷我族少君，斷一城生機？神鳥害少君的是蘇婉堂，是他發現少君卻故意不報，私藏在毫無藥王，才害得少君重傷不治。凡父無知，安敢欺天？本王問三罪：一罪，是誰貪婪作祟，搶奪我族神羽；二罪，是誰手段殘忍，生拔我族少君神羽；三罪，是誰喪心病狂，將我族少君棄於懸崖。我沒有，神鳥是蘇婉堂，是蘇婉堂嫉妒我，是他騙我去的藥師會，我什麼都不知道啊！父王，傷我身，奪我食，毀我雙翼，棄我深淵者，皆是凡人蘇妹。蘇婉堂姑娘是孩兒的救命愛人。你這個毒婦，在神鳥面前還敢撒謊！我只想謀條出路，我有什麼錯？我不想一輩子頂着淑女的名頭，被蘇婉城壓得抬不起頭。我只想使用神羽換得一些資源，我有什麼錯？凡人蘇妹為一己私欲，傷我族少君，斷萬民要脈，罪不可赦，當受天罰，以平要脈之怒，以贖百怨之罪。神鳥大人，這都是蘇妹一個人做的孽啊！是啊，我們根本不知道他生拔了少君的神羽，求神鳥重罰蘇妹，饒過我們白雲城10幾萬無辜百姓吧！鸞王大人開恩，妹兒她年幼無知，她只是一時糊塗，求大人饒她一次。無知，
藥師會眾人勸阻在先，蘇妹非但不聽，反而強奪報恩神語，生把我兒雙翼逐羽，將我兒重傷棄於懸崖之下。如此行徑，豈是無知二字可以開脫？大姐，我求你救救我！我是你亲妹妹啊！若是父亲醒来看到我被踢得粉身碎骨，他老人家一定会伤心死的。求你替我向神鸟求情，饶我一条贱命吧！苏妹，我能替全城无辜百姓求情，但对于你，我绝不心软，更不会替你这个罪人脱罪。你种下什麼惡因，今日便該承受什麼惡果。蘇婉堂，你救我族少君，我族欠你一份恩情。今日我族少君尚存，吾族亦不願在人間染下殺業。蘇妹死罪可免，但敢傷我鸞族者，須受鸞火焚身之痛。我的手疼死我了！娘救我！鸞王大人，罪人蘇妹已受天罰，可白雲城全城的藥職都已枯死，庫存藥材藥性全無，城中瘟疫已經爆發，若無藥可用，半數百姓都得喪命啊！求鸞王大人高抬貴手，恢復山裡藥材的藥性吧，給白雲城指一條活路啊！我族少君乃是掌管鳳鳴山藥脈的神君，如今少君本源受損，藥脈自然隨之枯萎崩塌，全城藥職枯死失效，皆是惡果。若非少君尚存一息，整座白雲城都將化為荒蕪死地。本王欲讓此城受3日無藥之苦，以償少君之傷。3日無藥，我那染了寒熱的孩子根本撐不過今晚啊！天要亡我白雲城啊！鸞王大人，生拔神羽，重傷少君，是蘇妹一人的惡行，全城百姓病榻上的幼童，皆是無辜受累，求鸞王大人憐憫百姓無辜，給白雲城留下一線生機。蘇婉堂，你既有一顆醫者仁心，本王便看在你的面子上，給這白雲城一線生機。此乃我鸞族木靈石，你若真為救人，便拿着這木靈石去鳳鳴山替此城百姓尋藥。此時可感應天地藥脈之靈，但他只認救人之心，不度自私之輩。多謝鸞王大人，白雲城中瘟疫蔓延，病患極多，尋藥需耗費10日。晚唐斗膽，求鸞王大人暫緩全城百姓的痛苦。也罷，本王便賜下一場清露，此露可暫時壓制城中瘟疫惡化。但記住，本王只給你們12個時辰，若12時辰內不能將藥根送回白雲城，疫病將無法挽回。求神師指路，救白雲城萬民。亮了，神石在大姑娘手裡亮了，大家還愣着幹什麼？快跟着大姑娘進山尋藥。蘇婉堂，你這個賤人，害我受這焚手之刑，我一定要你100倍償還。就是這裡。老天爺呀，真的是藥脈靈根，白雲城有救了！謝鸞王給全城百姓一線生機。凡人蘇婉堂，醫者仁心，受木靈石認可，此乃天意。你可將木靈石埋入藥田，可助白雲城藥脈恢復生機。謝鸞王開恩。各位鄉親，時間緊迫，大家聽我指揮。這藥窟靈力有限，萬不可過度採摘，以免徹底毀了這最後的藥根。大姑娘放心，我們全聽大姑娘吩咐。會長大人，
這幾味藥先煎熬成濃湯，送去給崖下那些病情最重的孩子。其餘的草藥，嚴格按照我給的方子，分頭熬制分發。好，我這就去辦。大姑娘，你这次真是救了整个白云城啊！苏婉堂，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的救人，赶緊把木灵绳給我的媚兒治傷！這惡毒的女人，居然還想搶神物！把他們母女轟出去，別耽誤大姑娘救人！凡人蘇媚，若再起貪念，神明亦救不得。大姑娘，老夫汗顏吶！若非我那管事怕事貪財，收了蘇媚的神羽，白雲城何至於遭此大禍？老夫代表藥師會，向大姑娘賠罪了。會長嚴重了，好在如今瘟疫已控，但這藥脈重損，白雲城未來的藥材調配依然是個大麻煩。我的手成了殘廢，蘇婉堂那個賤人卻成了白雲城的恩人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媚兒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神鳥已經回了天界，怎麼可能永遠護着那個賤人？過2日，新任縣令顧玄章大人便要走馬上任，只要我們設局誣陷，給蘇婉堂扣上私藏妖物、煉毒藥、害婦的名頭，到時候讓關老爺去收拾他。藥脈雖寶，但普通藥材枯死大半。父親雖然醒了，可體內沉疴極重，尋常藥草根本無法根治，這可如何是好？蘇姑娘，我是你救的那隻青鸞，今日我來還你第2份恩情。小家伙，你能化成人形？本少君名喚裴哲宇，那日在懸崖下，多謝恩人施珍餵藥，又在藥爐中拼死護我。你傷勢未癒，怎麼能強行化人？快回鳳鳴山休養，留在這裡太危險了。無礙，父王已用靈力保住我的性命，我只是短期內無法動用太多神力。白雲城藥脈雖存，但地表藥質盡毀，我留在藥爐才能更好的幫你。你將這青玉寶瓶置入藥爐之中，每隔7日便可凝聚1滴青玉露。青玉露，此露匯聚了鳳鳴山藥脈的至純靈氣，可解世間奇毒，修復斷裂的傷脈，起死回生。但你記住，神物有靈，只度醫者仁心。若有人心生貪念，企圖用它牟利，這青玉露便會瞬間從救命神藥化作見血封喉的穿腸劇毒。我明白，醫者當以救人為本，絕不染指半分貪念。姑娘，多謝菩薩呀！這怎麼可能？肺脈欲斷，連會長都說無藥可救。大姑娘竟然只用了1滴水就治好了。青玉寶瓶，只用1滴露水就能起死回生，憑什麼？憑什麼他蘇婉堂總能得到這些逆天的神物？媚兒，如今全白雲城的百姓都把蘇婉堂當成救世主，我們若是再勉強，藥師會和那些賤民能生撕了我們。想要翻盤，必須換個法子。那要怎麼辦？難道就看着他踩在我的頭上？他不是標榜自己醫者仁心，最是善良嗎？那你就裝作悔改，
去求他。只要能混进药炉，便有机会拿下那宝物。姐姐，媚儿知錯了，我被天火烧废了右手，是神明给我的惩罰。如今我已經徹底清醒了，我只想留在姐姐身邊，做牛做馬，為我以前犯下的罪孽贖罪。呸！毒妇，你現在知道錯了。当初生拔神羽，害得全城沒藥的時候，怎麼不想想後果？少在這裡裝可憐，大姑娘，千萬別信他。婉堂啊，媚兒的手已經廢了，她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。我求你，念在同是姨父所出的情分上，給媚兒一條活路吧。她只是想贖罪啊。此女骨子裡的貪戀與怨毒，連鸾火都未能徹底燒盡，不可留她。我知道，她和周氏絕非真心悔改。如今我父親尚在恢復中，我分身乏術，也不知腹內下人被周氏母女收買了多少。若是逼急了周氏，她定會另起魚死網破的毒計。不如將她放在眼皮底下盯着，看她到底想耍什麼花招。既然你意決，那便聽你的。蘇妹，看在父親的面子上，我可以讓你留下，但內院禁地，你若敢踏入半步，立刻滾出藥爐。多謝姐姐，多謝大姐。裴公子，这批曬乾的連敲讓我搬進庫房吧。放下，這裡你不能進。是，媚兒知錯，我這就退下。為什麼？我從小為了討好父親，千方百計的爭取，什麼都要靠搶，而你蘇婉堂什麼都不做，就有這人中龍鳳死心塌地的守着你。蘇婉堂給蘇懷山餵了藥，蘇懷山快恢復了。速查藥爐異動，一舉扳倒那個賤人。这就是蘇婉堂能起死回生的秘密。是誰在藥爐房？有人動過這裡？怎麼會？守夜的藥童呢？不是，這青玉寶瓶極有靈性，除了你，旁人若敢強行奪取，必遭神物反噬。神藥瞬間化作見血封喉的毒藥。那本小姐不用自己的手去拿，既然这神物强取會反噬，看你能拿我怎麼樣。娘，这就是蘇婉堂能起死回生的寶貝裡流出來的神水。娘，您这是幹什麼？這可是神水，您把它弄髒了還怎麼用？傻丫頭，這叫借刀殺人。明天將這摻了毒的神水混進你爹的藥丸裡，這神水的靈氣極強，大夫來驗，也只能驗出神水的獨特藥氣，絕查不出我下的寒沸散。到時候，
蘇婉堂就是毒害亲爹的妖女。娘，那苏婉堂背后可是有神鸟護着，咱們怎麼動手？哼，神鳥也管不了人間的王法。送去給新任縣令顧玄章，就說蘇婉堂在藥林私藏妖物，煉毒藥害父。能恢復藥脈的灵石，還有能起死回生的青玉露。本官正愁沒有一件驚天戰績往上爬，這等通天的神物留在一個小小醫女手裡，簡直是暴殄天物。神物當有能者居之。來人了！來人了！老爺吐血了，快請大夫！夫人放心，老夫待会兒便向官府作證，老爺是服了大小姐送來的藥，才會中毒吐血的。顾大人，这是什麼意思？為何查封我的藥爐？蘇婉堂，本官接到舉報，你私藏妖物，煉邪藥毒害你父親蘇懷山。來人，把這藥牢裡的妖物統統給本官帶回縣衙查驗。大人，那些是救人的神物，並非妖物。哼，若真是神物，當由縣衙統一管理，豈是你一個小小醫女可以私藏的？顧大人，木靈石和青玉包瓶，那是青鸞神君賜予我救治百姓的，你憑什麼強行奪走？憑什麼？就憑本官是這白雲城的父母官，神物既然能救成，自然該由官府統一保管。你一介女流，私藏此等重器，便是謀逆之罪。裴哲宇，千萬不要動手，你傷勢未癒，不可妄動靈力。果然是曠世神物。大人，民女只是為了救父親，不忍看着姐姐走入歧途，還請大人明察。是啊，大人，大姑娘最近行事鬼怪，藥連裡常常有來路不明的野男人留宿，我們也是為了蘇府的安全啊。大老爺，神物有靈，若強行霸占，恐遭天譴反噬啊！天譴？本官乃朝廷命官，既有神物，當歸官府保管。一介白身，豈敢私吞神物？來人，查封黃俗藥爐，將人犯蘇婉堂押上公堂重審。大膽蘇婉堂，你私藏妖物，用邪藥毒害親生父親蘇懷山，如今物證確鑿，你還有何話可說？民女無罪，青鸞乃神鳥，並非妖物。我救他性命，他贈我神物，青玉寶瓶更是神鳥留下用於救治全城百姓的，何來邪藥一說？哼，本官只認證據。大老爺，小人已經驗過蘇老爺的藥碗，裡面殘留的藥氣與蘇大姑娘藥爐裡的青玉露一模一樣。蘇老爺正是服用了此物，才導致寒毒攻心，吐血垂死的。姐姐，你怎能對父親下此毒手？你好狠的心啊！大老爺呀，我這繼母難做呀。若不是妹兒孝順，不忍看着老爺被害死，我們怎麼敢來告發大姑娘啊？蘇妹、周氏，你們真是好算計。
顧大人，青玉宝瓶有灵，青玉露只能用以救人，若是被心怀不轨的恶人强夺，神药便会化作穿肠剧毒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大可将那瓶中药水给死囚一试便知。一派胡言！你不过是想用这些鬼神之说恐吓本官，本官岂能容你糊弄？本官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你能交出那只青鸾神鸟，本官可以留你一命。大人，您这是想贪图神物？来人，押上人犯苏婉堂，随本官前往苏府，当面与苏怀山对质。今日人证物证俱在，本官定要让他百口莫辩。老爷啊，你可算醒了！你差点就被你的好女儿给毒死了呀！爹，大姐为了独占家产，竟然和妖男勾结，给您吃那种会发光的邪药，才害得您吐血，病情加重的。婉堂，你真的……父亲，您的病根本不是什么肺病，而是被周氏常年接热下的毒，是他们恶人先告状，想要借官府的手除掉我，强占神物。老爷，您听听，他为了脱罪，竟然不惜污蔑我这个继母下毒。我嫁进苏家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怎么会害你呀，老爷？婉堂，你实话告诉爹，你娘给你留下的医术，你到底是用来救人的，还是拿来害人的？父親，你寧可信這兩個給你下毒的兇手，也不肯信我是嗎？顧大人有令，毒害生父一案證據確鑿，即刻押回縣衙公堂候審。差爺辛苦，家門不幸出了這種事，我們蘇家也顏面無光，該怎麼審便怎麼審，我們母女絕無半分偏袒。该死，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？大人，這神物定是被那蘇婉堂隱藏了用法，他這是想獨佔寶物。大人，只要讓那蘇婉堂把罪名坐實了，是生是死還不是您說了算，到時候不信撬不開他的嘴。升堂，提審蘇婉堂。蘇婉堂，本官最後問你一次，那隻青鸞在哪兒？你私藏妖物，毒害親生父親，罪證確鑿，你到底認不認罪？民女無罪，父親身體是被周氏常年投毒所致，木靈石、青玉寶瓶皆是救人至寶，絕非妖物。我絕不會出賣神鳥，更不會認下你憑空捏造的罪名。冥頑不靈，不給你動刑，我看你是不肯招供。來人，上夾棍！放開我！你們這是屈打成招！行刑！我沒有下毒，沒有。哼，嘴硬。大姐，你這又是何苦？只要認罪招供，便能少受皮肉之苦，父親也能走得安穩些。大人，蘇懷山恐怕撐不過今夜，若不能逼着丫頭說出那神物的用法，等蘇懷山一死，這死丫頭怕是死都不會洩露一點神物秘密。言之有理。來人，將人犯蘇婉堂打入死牢，嚴加看管。橫屋藥爐即刻查封，任何人不准踏入半步。我的好姐姐，
蘇府家產，你娘沈氏留下的藥牢，還有那只青鸞神鳥，很快都會歸我和縣令所有。你這雙廢手，怕是連自理都不行了。娘，是女兒沒用，沒能留住您留下的藥爐，我以後恐怕再也不能拿銀針救人了。只要熔炼此物，本官便能长生不老。再把仙药进献給京中權貴，仕途必定平步青雲。大老爺萬萬不可！青鸞心語只認蘇婉堂，強行熔煉會觸發神物反噬。大人您怎麼了？神物反噬發作，青玉露已化作剧毒侵入心脈。解藥，快給本官拿解藥！凡俗湯藥無法化解神毒，普天之下，怕是只有蘇婉堂才能救大人性命。还愣着幹嘛？趕緊去死牢把蘇婉彤帶來，立刻！晚了，本官要你們腦袋！我還不能倒下，父親還等着我去救治，母親的遺產也絕不能落入那對母女手中。哲宇，你为何强闖官牢？神族不可插手凡人之事，你本人伤势未愈，一旦被官府或是鸞族察覺，兩邊都不會容你。快速速離開！別動，你的筋脈尚未完全壞死，錯位指骨還有復原餘地，我先幫你治傷。不，別耗費你的靈力救我，你已經為我受了太多傷。這是鸞族的護心靈，可修復斷骨，續接破損脈絡，生死人肉白骨。快收回去！此前蘇妹生拔神語已經重創你的本源，再取出護心靈，你會死的。我只是一介凡人，不值得你以命相護。值得。鳳鳴山懸崖，你捨身護我；藥園之內，你又為我擋下蘇妹攻擊。你救我2次。我替你復原雙手。求求你停下來，不要再損耗你的靈力了。不能停，你還要持針救人，還要洗清冤屈，醫治你父親，你的手不能廢掉。無需為我擔憂，只是損耗幾日靈力，休養便能恢復。鸞族執法者，少君裴哲宇干預凡間刑案，觸犯族規，處以焚獄之刑。裴哲宇，不要，不要！你明知會受刑罰，何必這般痴傻來救我？沒事，只是受點皮肉之苦。你拿着此物前去救助顧玄章，但切記，莫要輕易饒恕他犯下的過錯。顧大人，如今可知神物不可強行佔有。救我，蘇姑娘，求你替我向青鸞神君求情。本官再也不敢私佔神物了。你明知蘇妹證詞漏洞百出，卻為一己私欲將我打入死牢，動用夾棍廢我雙手。神物有靈，今日惡果，全是你自找。本官知錯了。只要你肯出手相救，此案我必定重新徹查，還你清白。快替我壓制體內劇毒！想要活命，答應我3件事。無論什麼條件，本官全都應允，絕不反悔。第一，
即刻歸還神物。第二，解除衡无药炉封禁，官府不得插手我药炉事務。第三，重审蘇家毒人一案，彻查玉露安毒栽赃真相，还我與父親清白。我全部依你，絕不反悔。本官活下来了。我只是暂时压制反噬毒火，你若事後反悔，体內毒火會再次爆發，到時候無人能救你性命。蘇婉堂竟敢脅迫本官！等此事風波平息，神物毒性徹底解除，我定要讓你付出100倍代價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县衙那邊傳來消息，顧大人要重審蘇家案子了。慌什麼？就算顧玄章打算翻案，只要蘇怀山昏迷不醒，蘇婉堂毒害生父的罪名永遠洗不掉。可若是查到我們下毒的證据，該如何是好？那就讓他死无对证。即刻前往佛堂暗阁，取走所有账册書信，一把火焚燒乾淨，絕不能留給蘇婉堂翻案憑證。誰？出来！哪來的野男人，敢管蘇家的事兒？找死！母親生前曾說，佛堂蓮花座下藏着她的後手，莫非？哲宇，你為何不顧傷勢，強子動用靈力？天罰之傷尚未癒合。這是你母親當年留存的全部賬冊，周氏想銷毀。原來母親並非病逝，是被周氏常年下毒謀害。寺內竟沒有蘇家血脈。顧大人，請看，這是周氏謀害我母親侵吞嫁妝的證據。好狠的心計！周氏竟在蘇家隱忍這麼多年。大老爺，妾身實在冤枉。沈氏名下鋪面賬目我一竅不通，全是底下管事貪圖財物私自轉移，我毫不知情啊！大人明鑑，錢財是我一人貪取，周夫人從未參與，我甘願領罪，求大人莫要牽連夫人。賬上大量含廢散採購記錄，你作何解釋？是當年我誤診，開錯藥方，蘇老爺、沈夫人皆是藥不對症，無人指使下毒。一句誤診，便能掩蓋所有罪行。當年母親中毒體徵清晰，你日日端茶遞藥，敢說從未動手腳？你執意揭穿此事，莫不是想對外宣告你母親分辨不出毒藥，毀掉她一生行為美名？大姑娘只為記恨我，竟不惜損毀王母聲譽，還請大人明辨是非，還蘇家一個清淨。母親行醫一生坦蕩光明，救人無數，白雲城百姓皆可作證。她泉下有知，只會痛恨你這條毒婦，絕不會願我為她洗刷冤屈。下毒之事暫且擱置。我問你，青玉寶瓶乃是救人神物，你為何盜取藥錄，捏造父親中毒假象，上公堂誣告親姐？我只是擔心父親性命，怕蘇婉堂藏私，不肯拿出靈藥。你若真心救人，為何熟知青玉寶瓶弱點與取錄之法，提前備好隔火玉盒？分明是早有預謀。你獨佔木靈石與青鸞寶物不說，蘇家產業，嫡母的嫁妝不該有我一份，卻被爹爹全留給了你。憑什麼這些好東西全都是你的？大膽蘇妹，你這是承認覬覦家產，蓄意誣告蘇婉堂。大人，說不定蘇婉堂的母親沈氏遺留的藥方本就帶毒，老爺中毒，定是沈氏舊方埋下禍根，與媚兒無關啊！你竟敢污蔑先母一方！大人，我有人證作證，證明沈氏當年確有藥方差錯。告訴大人，沈夫人臨終身體狀況是不是自己配藥傷及自身？回大人，沈夫人常年體虛，死前半月乃自行煎藥，
最後咳血離世，與周夫人無關，定是藥方出錯。嬷嬷，母親待你情同姐妹，你怎能說這般違心之言？母親每次取藥都會記錄藥方，當年母親為自己醫治的藥方，您可有保存？大人請看，蘇婉堂为脫罪逼迫家中老僕，污蔑王母，實屬不孝不義。人證說辭矛盾，此案疑點重重，今日暫且退堂，擇日再審。他的手勢不对，像是有話要對我說。母親當年果然留了後手，勞煩會長派人跟着老嬷嬷，看她回去後去了哪裡，見了什麼人，切記不要打草驚蛇。大姑娘放心，老夫即刻安排。大人，这案子万万不能深挖，若查实周氏母女下毒诬告，蘇婉堂洗清冤屈，大人此前私藏神物、善用私刑一事便會全部暴露。御史一旦聽聞風聲，離即上書彈劾，您的仕途會徹底斷送。本官豈能不知？索性把蘇婉堂、周氏、蘇妹三人一并滅口，唯有死人才能保守所有秘密。大人莫非忘了，你體內青鸞反噬毒火只是暫時被壓制，大人若執意動手滅口，我斷不會毒火。我生死一瞬，留在你心脈內的殘毒便會盡數爆發，屆時大人定會葬身毒火。重審，即刻繼續重審此案。少君裴哲宇私取護心靈贈與凡人，觸犯族規，即刻歸族領罰，不得拖延。婉堂如今身陷險境，我若歸族，便再無人護他周全。你如今本源重創，我一介凡人無法救治於你。如今我雙手已經復原，定能洗刷冤屈，無需你再損命相護。顧玄章心思陰狠，周氏母女不擇手段，我一走，便無人替你阻擋危機了。我不需要你以命護我，聽話回歸鸞族去吧。你若因我魂飛魄散，我此生難安。好，我答應你，這就返回鸞族。這是我的本命半羽印，你若遭遇生死危難，催動印記即可換我。縱使跨越天罰雷劫，我也會趕來護你。蘇婉堂，你的靠山已經走了，這一回再無人能救你，我要讓你身敗名裂。好孩子，縣衙那邊顧玄章會拖延審案的，我們不能坐以待斃。你和陸承安的定親宴席必須即刻操辦。陸承安的姐姐可是嫁到了知府家，有陸家做靠山，顧玄章定不敢拿我們怎麼樣。娘，當年陸家與蘇家指腹為婚，原定婚約對象是蘇婉堂，就這麼搶過來，會不會落人口實？如今蘇婉堂背負毒害生父嫌疑，全城百姓都唾棄他，陸家最看重名聲，絕不會再接納他。只要你嫁入陸家，蘇婉堂母親沈氏遺留的全部嫁妝都會順理成章的歸你，蘇氏藥房也會盡數由你掌控。好姐姐，幾日之後便是我與陸承安定親宴，你就算是蘇家嫡長女又如何？你母親的嫁妝、藥房產業，到頭來全部都會落到我手裡。陸承安趨炎附勢，唯利是圖，這般小子也值得你視作珍寶。你少故作清高！母親已經說定，定親宴當眾宣告，蘇家所有藥鋪鋪面全部交由我代管，你就守着這間破藥爐等死即可。既然如此，陸家定親宴我也要前去，當眾討一個公道。婉堂妹妹，今日我是來通知你，我要與媚兒訂婚了。你若能主動寫下退婚文書，我可在縣令面前為你求情，減輕罪責。陸承安，你以為我會貪戀你陸少夫人身份？陸家背信棄義，趨利避害，不配得到先母信任。從今往後，不許踏入恆無藥樓半步。蘇婉堂，你別不識抬舉！蘇婉堂，你竟敢當眾羞辱承安哥哥！蘇妹，我撕毀婚約不是正合你意。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和陸承安早就暗通草叢，私定終身了嗎？這婚約早該毀了。你與周氏欠下的所有血債，我一定會一一清算。娘，蘇婉堂那個賤人，不僅在藥鋪當眾撕了陸承安的婚書，還四處散播謠言，
羞辱我与陆少爺早有私约。蠢貨，這有什麼可生氣的？他當眾挑明你和陸少爺的關係，反倒把婚事徹底定死了。陸家最重臉面，為了名聲，絕不敢退婚。明日定親宴，我定給你辦得風風光光，讓全白雲城都知道，陸家以後就是我們母女的靠山。大姑娘，老夫派人跟着那個老嬷嬷，查出了了不得的內情。会長，請講。老嬷嬷離開縣衙後，直接被周氏的心腹押去了陸家別院。不止如此，老嬷嬷唯一的孫子小寶也被周氏扣在別院廢柴房裡當人質。難怪老嬷嬷敢當堂作偽證，原來是被人攥住了命本。周氏果然是用家人要挾，夠陰狠。會長，切莫打草驚蛇。既然周氏要把事情做絕，我們便將計就計。勞煩會長派人暗中救出老嬷嬷的孫子小寶，明日定親宴上帶小寶當众現身。好，老夫親自去安排，萬無一失。明日定親宴，就是蘇婉堂徹底身敗名裂、永無翻身之日的時候。諸位族老，大姑娘婉堂如今背負毒害親父的重嫌，名声扫地，實在不配再執掌蘇氏藥房。諸位放心，我陸家與蘇家百年交好，承安願意接手藥房事務，定會保住白雲城的藥材生意，不負蘇家基業。既然諸位族老無異議，沈氏姐姐當年留下的藥田鋪面和銀庫，便應作為媚兒的陪嫁，由陸家與媚兒共同打理。我的東西，你們也配共同打理？蘇婉堂，你这個妖女，竟敢擅闖我的定親宴！大姑娘，你毒害生父的嫌疑還沒洗清，來這裡搗什麼亂？蘇氏藥坊核心的18處藥田6家鋪面，本就是我王母沈氏的嫁妝，契約上白紙黑色寫得明白，只傳蘇家嫡長女，與旁支爬人一概無關。這陸府婚約我不屑去爭，但屬於我的東西，誰也別想碰分毫，更別想搶。這3年裡，沈氏名下藥鋪流出的銀兩共計38000兩，全部通過內賬轉入了周氏的私庫，大半花在了蘇妹的錦衣玉食、珠寶首飾上，還有一部分被周氏拿來與陸家疏通關係，打點上下。胡說八道！我一個後宅婦人根本不懂賬務，這都是蘇府底下管事欺上瞞下，與我何干？蘇婉堂，你少在這裡信口雌黃！我陸家乃白雲城首富，怎會缺你這點銀子？真有此事，陸承安怎會一概不知？不知？陸承安，這是你陸家別院採購名貴藥材，私收周氏贓款的全部憑證，你還要狡辯到幾時？小寶，我的孫子啊！祖母，蘇姑娘和會長把我從別院廢房裡救出來了，我們不用再怕他們了。大人，老夫先前撒謊了，沈夫人當年根本不是病死的，沈夫人死前可信不止，拼死留下了一件血衣，還有周氏當年下毒的殘药，被老夫一起藏在佛堂蓮座之下，老夫是被逼的呀。大人，這都是蘇婉堂和藥師會串通一氣栽贓切身的。佛堂乃清淨重地，怎可隨意過拆驚擾仙靈？本官不信神佛，只稱真相。來人，給我搜！周氏入府前即懷身孕，私通外男，蘇妹恐非蘇家骨血，這是我母親親筆所述。不，這不可能！娘，你告訴我，我是爹的親生女兒，對不對？我是蘇家正經二小姐，你說話呀！蘇妹，別聽這個賤人胡說，這信是蘇婉堂偽造的。顧大人，如今人證物證確鑿，民女懇請4案核審：1·1誣告案、家父蘇懷山投毒案、家母沈氏被害案、周氏母女侵吞嫁妝案。准。大人，此案重大，我陸家願意作保，求大人寬限一夜，容周夫人母女回蘇府禁足自小，明日清晨再行公審。蘇婉堂，你竟敢拿心脈毒火威脅本官，那本官就給周氏母女1夜時間善後，只要今夜關鍵證據出了意外，我看你明日拿什麼跟本官對質。准。
由陆家作保，暂押周氏母女于苏府禁足，明日清晨正式升堂审案。娘，咱们为什么不直接在府里弄死他，抬着他走岂不累赘？万一被人发现……蠢货！他今晚死在府里，我们母女绝对脱不了干系。带上他，我们反而能借他的病出城。到城门口就说家主疾病，需连夜赴省城求医，守城兵堵才会放心。等到了城外破庙再灌药弄死，就说是病死在路上，死无对证，谁能治我们的罪？快走，赶在天亮前出城。忘忧藤的味道在这里最浓，父亲一定在里面。大姑娘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闖进来，兄弟们，动手！哲宇，你太傻了！明知干预凡间刑案要受族规天罚，为什么还要来？我不准你再为了我受伤！苏婉堂，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报恩，是因为我想護着你，仅此而已。婉堂，爹全记起来了。当年你娘病重前，周氏每次送完安神汤，你娘都会咳得更厉害。你娘不是病死的，是周氏害了她。今晚周氏给爹灌了药，借口送医把爹运出城，其實是想在破廟毒死爹，好讓公堂上死無對證。是爹糊塗啊，竟然信了那個毒婦，委屈了你這麼多年。你娘臨終前曾把血衣交給過我，可我一想追查，周氏就送來摻了忘憂藤的茶水，爹就什麼都記不清了，還屢屢責罰你。婉堂，是爹對不起你。父親，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。蘇氏藥房和母親的嫁妝，還有母親的冤屈，我們必須一一討回來。這蘇懷山竟然沒死！顧大人，你故意放周氏母女出城，不就是盼着我父親暴病在路上，好讓你掩蓋私佔神物、濫用私刑的罪行，死無對證嗎？可惜天不遂人願，我父親已經徹底清醒。當年審視舊案，蘇妹下毒案，皆已水落石出。大人若是還想保住頭上烏紗帽，解了體內殘毒，明日就該秉公開堂審案。傳本官令，周氏母女潛逃未遂，立刻將他們緝拿收押，嚴加看管。明日大堂之上，四案同審。娘，咱們今晚就被關進來了，明天該怎麼辦？
陸承安怎么還不來救我們？陸承安那個廢物根本指望不上。明天公場上，你必須把下毒、偷寶瓶、栽贓的罪名全攬在自己身上。娘，你這是要我替你頂罪？毒是你下的，沈氏也是你殺的，你憑什麼要我替你頂罪？憑什麼？就憑你不是蘇淮山的親生虎夢，就憑你那個混賬生父毀我清白，逼我生下你這個野種，父債子償。你若是不替我頂罪，我明天就當堂把你的身世抖出來，讓你身敗名裂，一無所有。野種，連你都說我是野種。娘，既然你不認我這個女兒，那就別怪女兒不孝順。只要你死了，我就可以把所有罪名全推到你頭上，到時候我還是蘇家的小姐。娘，媚儿昨晚想通了，一定听您的，把罪名都担下来。您喝口水消消气吧。蠢货，这水裡下了什麼東西？真當以為老娘看不出來？這忘憂藤是我一手教你用的，憑你也配跟我玩心眼？大姑娘，萬事俱備，老夫已經派人將顧玄章此前強戰神物，在大牢動用私刑的記錄登巧清楚，連夜送去了監察使邢遠。好，顧玄章若敢在公堂上偏袒周氏，徇私枉法，監察使的人自會送他丟官卸職。大人，不好了！監察使的人正在往白雲城趕，說是接到了關於您私戰神物、屈打人犯的彈劾信，馬上就要到了。蘇婉堂，你居然還留了後手！四案同審，本官已經應下，但神物相關的案子絕對不能擺到明面上細查。若是被朝廷知道本官私占青鸞至寶，對醫女動用私刑，本官烏紗帽鐵定不保。大人放心，咱們連夜改動卷宗，把扣押神物的記載全部抹去，只留周氏母女下毒栽贓、侵吞嫁妝的辦案。就算監察使追究，大人也只是一個失察的輕過。就按你說的辦。連夜把涉案卷宗記載處理乾淨。顧大人，前腳答應四案同審，後腳就想刪修卷宗。實話告訴大人，你強占神物、廢我雙手的證據，我早已差人快馬加鞭送往監察使行腰。明日公堂，大人若敢隱瞞半分，監察使的折子，當天就會遞到京城刑部。你，蘇萬堂！你早有預謀。好，明日公堂，只要你能拿出證據，本官定會秉公斷案。顧大人、監察使大人，民女今日要狀告周氏、蘇妹多案並犯，此乃王母沈氏當年留下的嫁妝賬冊，藏起來的藥渣物證，以及蘇妹在青玉露中摻毒謀害我父親的罪證。大人，大姑娘這是在誣告啊！她為了霸佔蘇家所有財產，竟然編造出王母因毒而死的謊話，不惜毀壞蘇家清譽，甚至逼迫重病的生父來指認妾身。大人，學生可以作證。蘇婉堂因嫉妒妹妹蘇妹與學生的婚約，才故意在定親宴上拿出一本假單，其心可誅啊！
空口無憑，民女請家父蘇淮山上堂作證。大老爺，监察使大人，这些年是周氏这个恶毒女人，在我的安神汤裡下了忘忧藤，害得我神志不清，险些害死我的親生女兒啊！每次我喝完周氏端來的藥，便會頭疼欲裂，記憶全無。若非晚唐用神藥救我，我早已死在他們母女的算計之中了。大老爺，妾身冤枉啊！妾身不過一介深閨婦人，大字不識，藥湯都是趙方煎藥，怎會知道裡面有毒？大人，是小人醫術不精，開錯了肺病藥方，導致蘇老爺藥性相衝，這都是小人一人的罪過，與周夫人無關啊！開錯藥，大夫，你當所有人都是傻子嗎？忘憂藤乃是朝廷明令禁止的禁藥，能讓人記憶錯亂、神志模糊，根本不是任何肺病方子裡的藥材。你行醫多年，會連這都分不清楚？老夫以藥師會百年名譽擔保，蘇大姑娘所言非虛，忘憂藤劇毒且能迷幻心智，絕不可能用於文補方劑。周氏，你還有何話說？大人，我父親的投毒案已經說清了，現在該算算我母親沈氏的謝案了。老嬤嬤，當年我母親臨終前到底發生了什麼？現在當着監察使大人和全城百姓的面，你還要繼續瞞着嗎？老嬤嬤，你想清楚了再說話。嬤嬤，大姐肯定是許了你天大的好處，你可不能血口噴人啊！小寶，大人，老夫招了。當年沈氏根本不是病死的，是周氏。周氏在進府前就心懷不軌，在夫人的安神湯裡長期摻出寒肺散，才導致夫人身體衰敗的。周氏還綁了我孫兒，讓我做偽證誣陷大姑娘。你這個老不死的，定是被蘇婉堂收買了。你有何證據證明那藥是我下的？這血衣上的毒與周氏佛堂搜出的望餘藤、寒肺散餘毒完全一致。周氏，你還想怎麼狡辯？大人，都是蘇妹這丫頭嫉恨嫡姐，想私吞神物，才在青玉露裡下毒陷害蘇婉堂的。民婦只是想替她隱瞞一二，所以才替她做了周旋。但沈氏中毒之事真的與民婦無關啊！周氏，你可真是我親娘啊！既然你想讓我替你頂罪，那就別怪我不孝。大人，沈氏就是他害死的，我爹的毒也是他親手下的，而我不過是聽了他的指使，才去偷青玉寶瓶的。蘇妹，你終於承認是你偷了青玉寶瓶。是我又怎麼樣？這都是你們逼我的！憑什麼所有的好東西都是你蘇婉堂的？諸位大人，我父蘇淮山投毒一案，如今已水落石出。老夫也可以作證，蘇妹此前就因貪念強搶神物，已受過神火天罰，城內藥農皆可作證。我只是想贏你一次，憑什麼你一生下來什麼都有，而我卻是個見不得光的野種？蘇婉堂，你不就是仗着那隻青鸞少君在背後護着你嗎？有本事你讓他當堂畫出真身來指認我啊！大人，世上根本沒有什麼青鸞神鳥，裴哲宇不過是蘇婉堂在外面養的野男人，他編造神鳥傳說，就是為了糊弄百姓，掩蓋他毒害父親的罪行。不
大姑娘一向擅長妖言惑众，那发光的珠子和宝瓶，不过是她用来装神弄鬼的邪物。哲宇，你为我插手坟间宿室，多次受罚，本源损伤嚴重，若再強行跨界，雷劫會直接要了你的命的。千萬別來！我的手，生火在燒我！愚蠢凡人，本君在此，豈容你們空口污衊？本少君親政，蘇婉堂乃是本少君的救命恩人，而蘇妹強奪報恩神諭，生拔本少君主語，偷盜青玉寶瓶，樁樁件件，皆是通天惡行。等我回來。来人，将县衙所有涉案卷宗即刻封锁。顾玄章知法犯法，妄加强占神物，滥用私刑，罪加一等。监察使大人，下官冤枉啊！下官也是受了蘇妹母女的蒙蔽，以為那是邪物，才代為保管的。蒙蔽，顧大人，藥師會會長早已警告過你，神物不可強占，你卻為了私煉仙藥，不僅查封我的藥爐，還在大牢裡對我動用夾棍私刑，意圖滅口。本官認罪，是下官一時貪心，貪圖神物，屈打無辜，本官認罪。本官今日代天巡上，接管此案。來人，摘掉顧玄章的頂戴花翎，押入牢房看管。大人，您明察秋毫，我做的事都是我娘教我的。当年毒害沈夫人的药是她下的，爹爹身上的毒也是她下的，不關我的事。蘇妹，你這個吃裡扒外的白眼狼，你竟敢把髒水全潑在我身上！本來就是你幹的，你為了奪取蘇府家產和沈氏嫁妝，逼我去偷青玉寶瓶，還逼我寫狀誣告大姐，你甚至連爹爹都不放過！你以為你算什麼好東西？今天我當着全城百姓的面告訴你，你根本就不是蘇淮山的主，你就是個父不明的野種！野種，我是野種。我拼了命搶來的一切，從一開始就是假的。監察使大人，如今真相大白，還請大人宣判此案。周氏毒害原配沈氏，投毒蘇家家主，侵吞嫁妝藥方，數罪並罰，鐵證如山。罪父周氏手段殘忍，謀財害命，毒害沈氏與蘇淮山。論律，判周氏斬立決，即日押入死牢，秋後問斬。大人開啊！罪女蘇妹雖非殺人主謀，卻強奪神諭，偷盜神物，引得全城要災，罪不容恕。大人，此女血脈存疑，且心術不正。我等蘇家族老今日當堂決議，將蘇妹徹底逐出族譜。好，判庶女蘇妹流放苦寒藥廠，終生為藥奴，永不得回白雲城。蘇婉堂，為什麼你生來什麼都有，而我拼盡全力，最後卻成了一個卑賤的藥奴。蘇妹，我擁有的一切，從來不是靠謀害他人搶奪而來的。多行不義必自斃，這就是你的因果。顧玄章，
你身為一方父母官，貪占神物，濫用刑法，意圖掩蓋罪行。本官今日暫奪你官印，押送上級衙門复審，聽候發落。至於這神物，本就屬於舊式醫女，自當物歸原主，任何人不得強占。蘇大姑娘，求你救救本官，替本官向监察使大人求情啊！下官也是一时糊涂啊。顧大人，我能施珍保你一命，已是盡了醫者本分，但我絕不會替你這等貪官脫去半分罪責。大姑娘，老夫汗顏。當年藥師會管事私收神羽，也是藥災的主因之一。老夫今日宣布，革去那逆徒藥籍，交由官府治罪。万堂，爹錯怪了你這麼多年，你能原諒爹爹嗎？父親，你且安心養病吧。万堂妹妹，如今你洗清冤屈，重掌蘇氏藥房，你我两家当年的婚約，依承安之见，不如重新操办如何？大姑娘，沈夫人当年的6家铺面、18處藥田已全部收回。如今蘇氏藥坊經你打理，遠近醫館聽說了，都來排隊求貨呢。多虧會長孝助，晚堂銘鑑於心。官差大哥，求求你們，別查封宅子，那寶玉說是我一時糊塗才奸的呀！滾開！以陸家白紙黑字為死囚周氏作保，如今周氏已伏法，你家需變賣家產，償還侵吞沈氏藥坊的38000兩贓款。万堂，我知道錯了，都是周氏母女蛊惑我，我心裡一直只有你，求你看在往日情分上，幫我免了那38000兩銀子。我願意入贅蘇家，一生一世伺候你。入贅？你陸家不是號稱白雲城首富嗎？怎的連這38000兩銀子都拿不出來？藥坊事忙，別讓閒雜人等髒了藥爐門前的地。大姑娘，前番藥災傷了鳳鳴山地氣藥脈，白雲城未來10年怕是都種不出上等藥材了。會長放心，晚堂今日便是來復蘇此山。神迹，当真是神迹啊！大姑娘真乃神医在世。哲宇，药脈復蘇了，你如今可還好？晚堂，如今你名震全城，蘇氏藥坊在你手裡成了白雲城第一藥坊，往後你便是蘇家唯一的掌權人。多謝父親，晚堂定不負所託。少君裴哲宇，你数次動用靈力，擅自干涉凡塵因果，甚至當堂顯聖，擾亂藩律，你可知罪？哲宇無悔。你若執意不悔，便要剝去神骨，革除欒族少君之位，貶為肉體凡胎，再無飛升歸位可能。你甘願為一介凡間女子，放棄萬年修為與神位嗎？神道無情，非哲宇所求。哲宇甘為凡人。神骨已剝離，將他送入凡塵。大姑娘，今日省城医馆又送來10張求藥帖，都盼着您能親自出診。回了他們，
藥爐今日不接診，我要留在药田照看這批新培育的藥苗。已經3個月了，哲宇，你是不是再也不会回来了？請問蘇姑娘，這藥爐還招收分揀草藥的學徒嗎？哲宇，你的神力呢？哲宇现在只是白云城里一个略懂医术的普通凡人。苏仙子，我如今无家可归，连3餐都成問題，你當真不打算收留我嗎？你這個傻子，堂堂少君不當，跑來給我當學徒。少君有什麼好？九重天上可沒有一個叫蘇婉堂的姑娘知我冷暖。婉堂，從前都是我護着你，往後可要換你護着我這個凡人了。好，以後本仙子養你一輩子。